今天我们来玩沙子，这是一个船锚，这是另外一个船锚。准确点说呢，这是一个有杆锚，这是一个无杆锚，起到的作用都是在停船的时候让船不会随意移动。那么，如果在航行时遇到突发情况，比如快要撞岸搁浅时，能不能通过抛锚来紧急刹一把船呢？虽然超级战舰告诉我们可以，但你千万不要当真，事实情况是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，今天呢，我专门用 3D 打印做了一个船锚的模型，然后通过实验来讲讲船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，以及为什么它就是不能用来紧急刹船。先来说船锚啊，早期的船锚基本上都是这种有杆锚。为什么它叫做有杆锚呢？因为在锚杆快要接近锚环的顶部呢，还横着一根横杆，从而构成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船锚图案。但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。要是光看图的话，我们会很容易以为横杆与锚壁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：相互垂直。之所以要相互垂直啊，目的是为了让船锚在触底时，锚壁能够跟水底保持垂直关系，这样就能在锚链拉着船锚横向运动时，把锚爪很自然地离到水底的泥沙里面去了。后来啊，发展出了这种无杆锚。它没有横杆，沉到水里后就直接这样平躺了下来。那它怎么把自己的锚爪离到沙子里面去呢？你肯定注意到了啊，无杆锚的锚壁和锚杆是活动的，它们之间可以自由地转动一定的角度。当两者都躺平在水底后，如果受到横向的拉动，锚杆就会牵着锚壁一起移动。但由于锚爪伸在前方，它自然就具有下垂的倾向，再加上水底泥沙与其他凸起物对其的阻挡作用，就只能逼着它顺势开始往下挖了，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锚固点。那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就不能用它来刹船呢？即使不能完全刹住啊，但拖着泥沙一起跑，总能提供很大的阻力，为停船起到一定的作用吧？实际上呢，还真是不行啊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刚才2次都重点说到了横向运动，船锚必须要离近图里面才能提供阻力，而离近图里面的条件就是躺平了横向移动。如果开船时把船锚抛进水里，锚链基本上跟水是呈90度的，这个时候船锚根本就不会离进水底的泥沙当中，怎么可能提供阻力呢？只会一蹦一跳的跟着船一起跑。所以啊，想要刹船还是得老老实实的用别的办法，想知道吗？看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。所以回到船锚固定船只的问题上，看起来锚链也是相当重要的。不是相当重要，而是至关重要，甚至比起船锚还要来得更加重要。除了能够拉动船锚，它还有另外2个功效，一个是平躺在水底的那一段提供的摩擦力，另一个是悬在水中的那一段提供的下拉力。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。假设一艘船需要停在水深100米的海面上，它应该要抛下多长的锚链呢？是正好就100米吗？显然啊，根据我们之前讲的，这是不够的，至少要让船锚躺平嘛。那躺平之后还要再继续放下多长的锚链呢？它至少得是水深的3到5倍，甚至如果天气恶劣的话，得要放下去7到8倍于水深的锚链长度。它们的一大部分呢会沉到海底，埋进泥沙，从而提供出足够的摩擦力。而另一部分啊，就是悬在水底与船只之间的部分啊，则形成一个悬链线，它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储存大量的能量。悬链线跟抛物线有点像啊，但却是由一条2端都有支撑的链条垂下来所形成的一个物理曲线，所以跟抛物线有着完全不同的数学公式。它的下垂深度呢，跟2个端点之间的间距以及自身的长度都是有关系的。总的来说，垂得越深，材质越重，所储存的势能也就越多，越能把上面的船给拽住。所以这么比起来啊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小不点的船锚似乎无关痛痒了呢？这么说也不太公平啊，至少人家还是给锚链挂了个起点嘛。好了，最后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：船员是怎么知道已经放了多长的锚链到水里面去的呢？他们是通过观察锚链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链环。普通的锚链一般是黑色的，每段长90英尺，也就是27米多一点，叫做一节。然后很多节连在一起组成完整的锚链，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链环了。它们由红色和白色组成，红色的链环在中间，白色的链环在2边。要是第1节的话，2边就各挂1个白色的链环。要是第2节的话，2边就各挂2个白色的链环，以此类推。于是船员靠观察红色链环的2边到底有几个白色链环，就能够知道已经有多少节锚链入水了。是不是既直观又简单呢？
当然，要是能够把这个船链的模型拿在手上仔细的观察实验，也肯定够直观吧。所以老规矩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，评论最精彩的，它就是你的了。我是火箭叔，关注我，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。